我们先来做到红烧油面筋，它是南方人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，象征着红红火火、团团圆圆。油面筋的柔韧吸汁与肉馅的鲜嫩多汁完美结合，做好后色泽红亮，咸鲜可口，非常下饭。这里是300克猪肉馅，建议用3分肥7分瘦的，口感更嫩。先在里面放大约1汤匙姜末，这点姜末放在肉中是吃不出辣味的。再切1汤匙左右的葱白，也一起加入，再依次放入2汤匙生抽、1汤匙蚝油、1汤匙黄酒、3克白胡椒、3克白糖，用筷子把调料搅拌均匀。感觉肉馅开始上劲，变得粘稠了，再打入1个鸡蛋清，继续朝一个方向搅拌，让肉馅充分吸收蛋清，变得顺滑。最后淋入1汤匙食用油，轻轻拌匀即可。这样调出的肉馅非常鲜美多汁。调肉馅的配方很重要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收藏起来。油面筋，我建议大家用无锡的清水油面筋，咬上去非常有韧性。真正的清水油面筋是久煮不烂的，一会儿我就煮给大家看。用大拇指在油面筋上掐个洞，将筷子伸入内部，稍微转动一下，将里面的筋络搅碎，腾出空间，但注意不要捅破另一面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塞入更多的肉馅，并且让汤汁更容易进入。将调好的肉馅塞进去，可以分多次将肉馅填进去。如果喜欢视频，请帮我点赞留言，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。填到8分满即可，不要塞得太满太实，留出空隙可以吸纳更多的汤汁。塞肉馅的时候要边塞边转动油面筋，肉馅就可以很容易塞进去。这也算是个小技巧吧。你也可以多塞点，装个保鲜袋放冰箱冷冻，吃的时候不需要事先解冻，拿出来直接烧就可以，真的很方便。烧油面筋建议使用不粘锅或砂锅，锅中倒入少量底油，烧热后将塞肉的那一面朝下放入锅中，这一步可以有效地封住肉汁，防止煮的时候散开。用中小火煎1到2分钟，直到封口处肉馅定型微黄。加入1勺料酒、1勺生抽、1勺老抽、1小勺白糖，倒入清水，水量大约到油面筋的1半。盖上锅盖，大火烧开后，转中小火慢炖20分钟。炖煮过程中，油面筋会慢慢变软并吸收汤汁。时间到了，打开锅盖，面筋瞬间泄了气，说明里面都熟了。转大火，并用勺子推动面筋球，让它上色均匀，同时让汤汁收浓，不要收得太干，留点汤汁拌饭，真的可以多吃1碗饭。出锅前淋上1勺香油，既增加了菜品的香味，也让汤汁更加明亮。最后撒上葱花，这道江南人家地道的家常菜红烧油面筋就大功告成了。江南的红烧油面筋浓油赤酱，略带一点甜味。清水做的油面筋外皮非常有韧性，你看这样夹着晃都不会破掉，普通油面筋就做不到了。这道菜非常易于操作，即使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掌握。这个中秋呀，你真的可以试一试。长三角地区都有中秋节吃毛豆芋奶的习俗，接下来我们来做个虾干芋奶烧毛豆。这道菜软糯鲜香，在节日里和全家人一起分享非常适合。这次会用到500克芋奶，尽量买这种红梗芋奶，烧出来更加软糯。先用清水洗去芋奶表面的泥土，生芋奶去皮后的粘液会引起皮肤的瘙痒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将芋奶带皮煮熟以后再去皮。芋奶冷水下锅，先在锅中煮20分钟。看筷子可以轻松戳进去，就说明煮好了。等冷却以后，把芋奶的皮去掉，此时的芋奶差不多8分熟，当中还稍微有点硬心。芋奶就这样直接蘸糖，也很好吃。包好以后，把芋奶切成滚刀块。这种芋奶在中秋前后上市，现在是口感最粉糯的时候。芋奶买回来如果吃不完，不要放冰箱，放在阴凉处就可以。放冰箱反而容易烂。再准备6个虾干放在小碗里，加入温水，再放点黄酒去腥增香，把它们泡软，同时可以激发出虾干的香味。先浸泡20分钟，泡好以后把泡虾的水滤出备用。
再把虾干切成毛豆差不多大小的段。有小开阳的话，直接用开阳也可以，泡软以后就不用切了。再切点生姜粒备用。毛豆在烧之前，先在开水中焯烫2到3分钟，水里加点油，加1勺食盐，可以让毛豆保持翠绿，还可以去掉它的豆腥味。这个菜最好用菜籽油来炒，味道更香一点。先把姜粒下锅爆香，再倒入虾干，慢慢煸炒出香味。再倒入芋奶翻炒1分钟，让芋奶表面裹上油脂。加入少许开水，再把泡发虾干的水也加进去。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，盖上锅盖焖煮7分钟，让芋奶充分吸收汤汁的鲜味。7分钟后再加入毛豆，加1小勺半食盐，半勺白胡椒，半勺白糖，然后开大火把汤汁收浓，不要全部收干，留点汤汁用来拌饭，非常鲜美。最后再淋上1勺熟油就可以盛出来了。这道菜在传统的芋奶烧毛豆中加了虾干，让整个菜的鲜香味更加浓郁了。芋奶相当粉糯，你看，筷子一夹就开了，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咬得动。把它端上中秋团圆饭的台面最适合了。江浙一带中秋有吃鸭子的习惯，最后我们来做个老鸭包。这里是半个鸭子，有4斤重，花了80块钱，好像买贵了。老板说是2年的老鸭，大家帮忙看看，这个鸭掌是不是2年的老鸭？做老鸭包一定要用到扁尖笋，做出来的鸭汤会更鲜美。其他配料用到香叶、枸杞、生姜、小葱、姜片和花椒焯水食用。老鸭包里有一样必定要放的，就是金华火腿。火腿可以让老鸭包汤味更加浓郁厚重，把它切成薄片，多切几片，汤汁的香气会更加浓郁。把扁尖笋放入淘米水中浸泡2个小时，泡去盐分和杂质，中间换2次水。老鸭包是一道地道的杭州菜。90年代，杭州张生记在上海开了第1家分店，就凭借老鸭包一炮而红，从此名扬天下。把扁尖纵向撕开，扁尖也叫笋干，属浙江临安的最为出名。撕成这样的长条，锅中冷水放入鸭子焯水5分钟，放2片生姜，少许花椒，花椒有很好的去腥作用。加入20克黄酒，把鸭掌和鸭头也一并进去焯水。鸭子做汤一定不能有腥味，除了选用新鲜的鸭子，焯水和之后的清洗一定不能省略。找个家里最大的砂锅，放入鸭子，锅中加满开水，最好一次加满，中间不要开盖。加入50克黄酒，2片生姜，1个葱节，2片香叶，放入火腿片、笋干，不要急着加盖，先让鸭子的腥味和酒精充分散发，再盖上锅盖，用最小的火炖煮2个小时。2个小时后打开锅盖，真的是香气四溢啊！现在筷子可以轻松地插入鸭肉，挑去葱节、香叶，加入白胡椒，把枸杞也加进去，盖上锅盖再煮2分钟。开盖后撒点葱花，这锅色泽金黄，充满杭州老味道的老鸭包就做好了。扁尖清脆可口，咸鲜适度，鸭肉酥而不烂，非常入味。火腿的香味更是让满屋飘香，鲜美的汤汁拌饭拌面都是绝佳美味。这么一锅老鸭汤卖你188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我是夕阳，请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，谢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